看过央视热播剧《繁花》，我顿悟了什么是赚钱思维。我们正在进入人品决定一切的时代。最近，央视热播剧《繁花》热度居高不下，剧中场面、人物轮番霸榜热搜。有人说，这部剧完美诠释了原著作者金宇澄对小说的总结：繁花似锦，缀满人生繁华。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上海，遍地是机遇，处处有钱赚。出身低微的主人公阿宝，凭借思维活络、敢拼敢闯，在十里洋场中掘出了黄金，改变了命运。而他之所以能被时代选中，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想赚大钱靠的是脑子。看过阿宝从底层到巅峰的一路蜕变，你会顿悟，思维的深度决定了赚钱的厚度。只有不断进化思维，把力气用对地方，我们才能被财运眷顾。一、找对贵人，敲开赚钱门路。作家韩寒说过，一个人有多优秀，就要看他有谁指点。漫漫人生路，开路靠前人，走路靠个人，引路则要靠贵人。繁花中的阿宝，在变成宝总之前，是个混迹于街头巷尾的小人物。他出身于上海老城乡的普通家庭，先是在钟表厂做机修工，后又摆地摊做小商贩。可他不甘于平凡，一心想要做大生意，成为有权有势的大亨。为此，他专程去找在外贸局工作过的爷叔学做买卖。爷叔一把年纪，脾气阴晴不定，曾因投机倒把进过监狱，是旁人眼中的怪老头。他给阿宝提出的要求也很古怪，一见面就要阿宝借6000块钱买一只不被看好的股票。阿宝买完股票几乎赔个精光，爷叔反倒满意地点点头，想从股票上赚钱，先要学会输。接下来，爷叔让阿宝去借更多的钱，再买一只新的股票，股价跌了也不能急着脱手。换做其他人，或许会心疼自己的钱包，埋怨爷叔不按常理出牌。阿宝却对爷叔深信不疑，虚心听取他的建议，凡事按他的要求乖乖照做。因为他知道，爷叔并非等闲之辈，16岁进上海交易所，18岁有了自己的经济牌照，股票、期货、外汇样样精通。与其自己在市场上横冲直撞，不如坚定跟随经验丰富的领路人。果然，爷叔眼光毒辣，那只股票不久后便翻倍上涨。在涨到最高点时，阿宝一口气全部抛出，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之后，他在爷叔的指点下，一手炒股票，一手抓外贸，走稳2条路子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正所谓自行100步，不如贵人扶1步。只会低着头苦干，反而会越忙碌越贫穷。懂得向高人借力，才能搭上致富快车道。赚钱这件事，悟不透底层逻辑，搞不清行业门道，无异于盲人摸象。而一个认知高、眼界广的高人，可以帮你辨明方向，教你迭代思维。跟对了贵人，你的潜力便会无限放大，抓住别人看不见的机会。2、撑起排场，吸引赚钱机会。在阿宝看来，做生意不过就是一买一卖，将本求利。爷叔却用3个词道出赚钱的真谛：派头、噱头、苗头。派头是行装，噱头是背书，苗头则是赚钱的路子。派头足了，噱头有了，大把的钞票自会主动找上门来。所以阿宝拜师爷叔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里到外包装自己。他先去上海有名的和平饭店租下豪华包间，挂上牌子当办公室，又去找人量身定制发型、西装、皮鞋，从头到脚全都焕然一新。紧接着，他按照爷叔的指示，去外贸总局的大厅里找人套近乎。几个月跑下来，他终于与手握大量出口指标的外贸员汪小姐达成合作。就这样，阿宝变成了宝总，商人们纷纷争着抢着跟他谈生意。杭州一家服装厂的老板范总更是一天到晚追着他跑，拜托他帮自己的服装品牌上市。在宝总和汪小姐的努力之下，范总的3洋牌服装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品牌。而这桩生意的成功，也让宝总成了上海滩货真价实的头号红人。
其实不管是生意场上还是日常交往中，一个人的形象往往会走在能力前面。穿什么衣服，住什么房子，跟什么人来往，就会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。而钱恰恰会靠近那些外表体面的人，流向看起来高档的地方。饭店至真园的老板娘李李也深谙派头和噱头的重要性。她刚从外地来上海，人生地不熟，吸引不来客流量。于是她不惜花费千万巨资，把至真园里里外外装修得富丽堂皇。她还主动邀请上海有名的商人来自家饭店吃饭、聚会、谈生意。保总来吃了一碗干炒牛河，他也赶紧借着保总的名头大力宣传。一来二去，大家一提起这条街最高档的饭店，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至真园。至真园生意兴隆，李李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。俗话说，人靠衣装马靠鞍，先敬罗衣后敬人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多心力去了解一个人，熟悉一个地方，只能从外在形象去评判。一个连外表都打理不好，连场面都撑不起来的人，又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他的实力？而第一眼就给人留下好印象，哪怕能力和水平有限，别人也更愿意信赖你，追随你。想要成功，先要模仿成功者的模样；想要赚钱，先要打造有钱人的排场。转换思维，塑造好外在形象，你会更容易叩开机遇的大门。3. 放大格局，开拓赚钱市场。中国人常说和气生财，在复杂的利益纠纷间，谁的格局越小，心胸越窄，最后往往输得也就越惨。比如《繁花》中，黄河路上的饭店老板娘们见李李的至真园门庭若市，决定抱团排挤他。他们使出各种招数，给至真园断电，买通商贩不给至真园供货，还高价挖走至真园主厨。最后他们干脆带着一帮混混去砸场子，威胁至真园改菜单，不能跟他们的饭店做一样的菜。随着事情越闹越大，黄河路上的食客看不过去，指责他们蛮不讲理，太过霸道。到头来他们没搞砸李李的生意，反而搞臭了自家的名声。客人们纷纷改去了至真园，他们的饭店则日益冷清。同样是遭遇同行之间的竞争，保总的做法却格外明智。保总帮范总的3羊牌上市之前，发现一家小服装厂的马老板在制作高仿。他去找马老板对峙时，马老板狮子大张口，要他吃100万买下这批货，否则这批产品就会流入市场，给3羊牌的销售造成巨大冲击。为了逼迫保总付钱，马老板还带着一伙工人围上来，企图对他行凶。面对如此无理的恐吓，保总没有跟马老板撕破脸，反而拿出了一份合同。他劝说马老板放弃做高仿，重新设计制作一批服装，而他可以担任马老板的代理，把这批新服装做成正规品牌。最终马老板有了自己的品牌，保总也开拓了业务，两人实现了共赢。提升做人的格局，其实就是在延伸财富的边界。有句话说，格局与赚钱互为因果。你若斤斤计较，势必会自砸招牌，折损福报，到头来什么也捞不着。真正聪明的思维，不是跟别人争抢一块蛋糕，而是一起把这块蛋糕做大。放大心胸与格局，不计较一时得失，先让别人有钱赚，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。在我们进一步深入话题之前，想要请各位不要忘记订阅才知道频道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解锁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带领各位一同走上财富的真正之路。4. 修好人品，守住赚钱运势。保总一路走来顺风顺水，离不开背后人脉资源的支持。需要帮忙时，常有人伸手拉他一把；跌入低谷时，也总有人愿意为他兜底。而他的好人缘与好运气，都是凭借好人品慢慢积累出来的。保总曾舍命跳进河里，救下素不相识的小宁波。没想到小宁波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，刚好可以与他达成合作，让他在服饰业立了足。保总还曾在好友蔡司令闯祸时，不动声色地替他背锅。后来他做生意遇到资金难题，
蔡司令帮忙拉来一个资金盘子，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。行走世间，一个人最大的底牌莫过于内在的品格。当你在别人落难时好心搭桥，日后也会有人在你需要时积极铺路。有一年，保总意外感染肝炎，住进了医院。同病房里有个名叫山本的日本人来上海做生意，却也不慎染上了病。看到山本与人交流困难，身边又无亲友陪伴，保总便好心上前询问状况。他还把自己提前囤好的已被炒成天价的药物免费分给了山本一份。事后他才得知，山本是日本一家大公司的高管，在东京很有影响力。几年后，保总去东京谈合作，却因为不懂规矩得罪了对方。任凭他怎么解释道歉，对方都坚持要取消订单。山本得知情况，第一时间赶来相助，以自己的名誉替他担保，这才保住了他的生意。想起作家水木然的一句话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品决定一切的时代。人情社会中，想赚大钱，不能光靠单打独斗，力所能及之时帮人一把，你对别人的点滴善意，终究会铺垫成你脚下更宽广的道路。所以再怎么费心钻营，苦心算计，都不如打磨好自己的人品。德行立得住，人人都想靠近你，金钱也会跟着你走。无选择大于努力，顺势而动，才能直上青云。曹雪芹讲，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在踏实做事的同时，懂得抬头看路，顺势而动，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阿宝成为保总的路上，一共抓住了3个机遇。他先是在爷叔的指导下进入股市，不久后，上海股票制度改革，发行了股票认购证。拿到入场券的人有机会通过购买认购证获得即将上市的股票，实现财富增值。在蔡司令的帮助下，阿宝顺利入场，买下大量认购证。4个月后，30元一张的认购证升值160倍。保总快速积累起人生的第一笔财富，成了股市上的大户。有了原始资金，他又嗅到外贸行业的商机，与汪小姐联手拿下多笔外贸订单，夯实了自己的财富根基。再后来，他看到了人们对名牌的追求，三洋牌的横空出世，开创了国产品牌先河，保总名利双收，成为上海商界的传奇。古人讲，下坡走马，顺风驶船，个人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。顺应时代，抓住机遇，才能打破个人能力的局限，实现阶层的跃迁。溜冰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认知需要不断更新。阿宝能够成为保总，爷叔功不可没。爷叔教他怎么赢，也教他怎么输，教他市场的规律，也教他生意场上的道理。然而后来，两人却为沃尔玛牛仔裤订单一事产生巨大分歧。在爷叔看来，这笔订单是保总最后的退路，保总却想帮汪小姐做成这笔订单。爷叔在前面拦截汪小姐，保总却在后面出手相助，最终惹恼爷叔，两人分道扬镳。表面来看，保总是翅膀硬了，跟自己的师傅对着干，或是放不下汪小姐意气用事。其实不然，因为他真正的目标是帮服饰公司做到上市。这件事一旦做成，带来的巨大收益是几十个沃尔玛订单也无法比拟的。服饰公司顺利上市后，他遭到南国投机构围堵，想迅速赶他出局。他没有遵循过往的经验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用持久战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商场如战场，风云变幻只在一瞬间。老法师爷叔再厉害，也会有跟不上时代的时候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保总，却玩转得游刃有余。我们常说不进则退，随着环境不断升级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，才是一个人屹立不倒的诀窍所在。7赚钱的运势是人品，财富的根基是人心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越是轻利重义，越能得人心。在保总看来，朋友永远比利益来的重要。在与麒麟会初次合作时，
曾帮过他的蔡司令因为利益出卖了他，他心知肚明，却一声不吭，宁愿自己经济吃亏，信用受损，也没有为难自己曾经的恩人。再后来是汪小姐，她宁可失去20万件牛仔裤的订单，也不愿意与自己的恩人、曾经的伙伴正面开战。重情重义的保总让一路走来的所有朋友，最后都成为他得力的帮手。做生意时，他也秉承利他就是利己的原则，尽力成全别人。他把范总的3羊牌 T 恤从湖西一家小针织厂卖到了互联商厦的专柜。他帮做高仿的马老板牵线搭桥，小作坊里拿不出手的高仿，摇身一变成了下一个知名国产品牌。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，单个的人是软弱无力的，就像漂流的鲁滨孙一样，只有同别人在一起，他才能完成许多事业。先想着给别人好处的人，最后的好处都是自己的。互相成就，才能互利共赢。8. 无论与谁交往，本质都是价值互换。保总成事，离不开27号外贸局汪小姐的帮助。保总谈生意，汪小姐跑腿搜集信息，两人珠联璧合，堪称一段佳话。有保总撑腰的汪小姐，走到哪里都会被高看一眼。外贸局的大单会优先派给她，黄河路饭店的包间会优先留给她，别人要找保总也会第一时间联系她。那时的汪小姐是浦西耀眼的明珠，她走路带风，到哪里都是众人追捧的对象。可当她因为耳环事件被处分下放，到后来愤然离职，眼前的天变了。她在工厂被人呼来唤去当苦力使唤，她帮厂长在金美林定了位置，老板娘见保总没来，瞬间翻脸。她辞职单干后更是门可罗雀，曾经的合作商纷纷不见了踪影。人们以前追捧她，是因为她有外贸局的关系，又是保总眼前的红人。而当她再也无法提供别人需要的价值，遇冷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。功利的世界讲究的都是价值互换，价值增长，你就会有朋友；价值接近于无，别说新朋友，你连老朋友的身影也看不到了。9. 关系的底层逻辑，人与人最长久的关系，互相亏欠，如约偿还。繁华中除了复杂的商战，讲的最多的其实是关系，是人情。黄河路保卫战中，以金美林老板娘为首的小团体围攻至真源，剪电线断电，拦截货源，挖走厨师未果后，金美林老板娘搬出了自己的老相好杜洪根。杜洪根来到至真源，撕菜单，讲狠话，却在一张单据面前败下阵来。原来他曾向保总借款30万，多年都没有归还，保总却从没上门讨要。杜洪根羞愧难当，只得灰头灰脸离开了至真园。这张30万的借款单是人情。保总只身去日本时，曾得到过玲子的帮助，后来他送给玲子的叶东京是人情。保总与汪小姐相逢于微时，他离职创业时，保总让人送给他的凯迪拉克也是人情。蔡康永曾说，人情不是黄金珠宝，死死地锁在保险箱里是不会产生所谓人情的，有来有往才叫人情。人与人最长久的关系，其实就是互相亏欠又如约偿还。我投之以桃李，你报之以琼琚。懂得感恩，有来有往，彼此才能结伴走更远的路。识人性的底层逻辑，永远不要相信人，要相信人性。作家冯骥才曾说，一个人就是一本书，读人比读其他文字写就的书更难。我认认真真的读了大半辈子，至今还没有读懂这本人之书。人性永远是复杂的，有人今天同你形影不离，明天或许就会背后给你扎刀子。梅平是27号里跟汪小姐关系最好的同事兼朋友。汪小姐受金科重视，背后又有保总撑腰，待遇自然与旁人不同。汪小姐看到的都是笑脸，梅平处处遭到的都是冷眼。嫉妒与不忿慢慢在她心里种下。保总曾送过汪小姐一对耳环，这对耳环从林红手里到玲子手里，价格从200元变成2000元。从玲子到保总手里，
价格又变成了2万元。汪小姐舍不得上交耳环，是梅平建议让她自己留着。后来在汪小姐升科长的节骨眼上，梅平也正是利用这一点，给汪小姐扣上贪污受贿的帽子，亲手断送了好友的前程。古人讲，世间海水之深浅，唯有人心难存量。人性里的善妒、贪婪和自私是无法改变的。你最信赖的人，最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反咬你一口；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很可能转眼就成了最危险的敌人。所以，永远不要相信人，要相信人性。当你对人性有了十足的了解、深刻的洞察，才能与繁杂人事护自己周全。11. 守不住底线的人，也守不住自己的人生。古话说，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可为与不可为之间，便是一个人的底线。把人品踩在脚下，无视原则和底线的人，等着他的必定是凄惨的结局。剧中的小江西便是如此。一开始，因为老板送的金戒指，他被老板娘赶出了金美林。后来，他为了重回金美林，受老板娘指使，剪断了至真园的线路。回来后，立了功的他成了金美林的领班。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他更是搭上金美林的老板。后来为了跟老板私奔，又偷偷拿着老板娘的钱去炒股。可惜他对股市一窍不通，只能跟风瞎买，最终把老板给他的全部资金搭了进去。老板抵押了金美林，害怕无法对老板娘交代，意外跳楼坠亡。小江西的老板娘梦也成了水中幻影。小江西若能像她其他2个姐妹一样踏实做事，未必不能等到出头的一天。只可惜她急功近利，不择手段，最终败坏了自己的人品，也埋葬了自己的前程。人可以没有志气，但不能没有底线。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，抵挡不了利益的诱惑，最终只会满盘皆输。人们常说，圣人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，善晓过去未来之事。剧中，爷叔运筹帷幄，宝总占尽先机，共同创造了上海商业史上的传奇。这并非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而是他们掌握了这世间运行的规律与逻辑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，猜不透人心，看不清事情，就会走很多的弯路。努力提升对认知、关系、社会的认知力，才能与喧嚣人世活得游刃有余。《繁花》中，爷叔的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：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？从底下跑到屋顶要1个钟头，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.8秒。搞钱之路道阻且长，需要克服千难万难，历经无常起伏。而真正能赢到最后的人，靠的就是清醒的头脑、灵活的思维。一味去赚辛苦钱，累死累活也仅够解决温饱，而认真思考，用对策略，钱会主动向你靠拢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